这出题人不错呀。这2道题虽然看似很简单，但其实暗藏着很多陷阱。比如这第1题，龙涎香是3阶灵药，任何一名炼药师肯定都很想得到的。聪明的学员可能会写什么先观察一下四周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危险等等。但其实啊，这些都不对。龙涎香是3阶妖兽幻罗兽最喜欢的灵药，它和幻罗兽几乎是半生存在。100年龙涎香的香味只能传递50米左右，一旦闻到清香，就说明你已经处于幻罗兽的幻境之中。此时必须立刻服用破幻丹，然后转身就跑。至于这第2题，也很有意思。白刃毒株拥有强烈的毒素，一旦被白刃毒株的毒素入侵身体，如果不在极短的时间内解除的话，必死无疑。这道题考核的是炼药师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。毕竟，一名优秀的炼药师难免都会进入到森林或者去到野外，必须胆大心细啊。大功告成。哼，小子，谁让你站起来的？扰乱考核纪律，知道会是什么后果吗？我已经答完了。答完了？这才不到一半的时间。你出去吧。什么时候开始第2轮考核？交完卷，我们自会批阅。你通过了考核，会通知你的。哎呀！这小子简直太嚣张了！如果让我抓住了他胡乱答题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陈兄，何必跟一个小孩子置气？来，让你我现在就看一下他的卷子，好让他死得明白。我看直接扔到垃圾桶得了。这才过去半个时辰，他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哼，就知道他没通过考核。不过就算没写出来，也不至于这么快就自暴自弃吧？有什么好看？那小子难道还能写出花来不成？陈兄，你快过来看！啊！第1题答对了，第2题也对，这怎么可能？莫非他刚才作弊了？若他作弊，以你我的感知，会发现不了。看看后面的答案，基础题全对。这50道题基本上包含了炼药学的方方面面，即便是你我稍有疏忽，也不可能全部答对。这小子他居然做到了。
看看后面流光大师出的题。前面都是一些基础知识，只要死记硬背便可以答得出来。后面的综合题则不同，如果没有丰富的炼药学经验，是肯定答不出来的。百年龙涎香，往往与三阶幻罗兽伴生存在，它的香味只能蔓延50米。闻到了100米外的龙涎香香味，说明已经被幻境迷惑，必须拿破幻丹服用，并撤离幻罗兽的幻境范围。这和标准答案是一模一样啊！不对，下面还有，在离开幻境范围后，立刻在附近寻找一种3片紫叶的草药，含在嘴里，可以抵御幻觉的冲击。在有充足的时间找到龙涎香后，安然离去。这后面的答案不在流光大师的标准答案中啊。这3片紫叶的草药，莫非就是3叶紫阳草？它的确可以解除轻微的幻觉，且和龙涎香相距极近，但是除幻的效果甚至不如破幻丹，也不能抵御幻罗兽的精神冲击。再次往返，这岂不是找死啊？明明已经答对了，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真是画蛇添足。来，我们再来看看下边的白刃毒株这题。在中了毒素后，第一时间撤离，并在附近寻找蛛网草，将其捣碎，并和冰刃上的毒株血液混合，敷在伤口之上。若无法获取，可在附近采摘叶树的嫩叶代替。在找到毒株的洞穴之后，将其击杀，然后取出毒株妖核，碾碎吞服。这道题他又答错了，正确答案应该是封住痰中、鸠尾、心厥3穴，同时找到蛛网草，吞服而下，延缓毒素的蔓延速度。如此，城池远在万里之外，也可以治疗。这小子完全搞错了方向。死记硬背，答对了前面的基础题。轮到真才实学就不知道怎么办了，不过是纸上谈兵。唉，不过如此而已呀。考试结束，考生退场。老天爷啊！我怎么这么倒霉？怎么这么难？这次不行，下次努力呗。清晨，试卷考得怎么样？看来这次真没什么希望了。还好，还好。这道题也能答错，这还不如那小子呢。唉，这批考生的素养也实在是太差了。虽然提出的难了些，但也不至于这样啊。陈默，莫阳城，流光大师，经过第1轮的考核，通过了多少人呢？遇到大师您出的题，能有几个通过的？我出题虽然有些刁钻，但只需要细心分析，任何1品的炼药师都能给出正确的答案。若这样都能出错，让他们通过考核，只会是我们丹阁的耻辱。炼药师除了实力之外，必须要细心，一旦出现差错，会造成严重的后果。我来看看。你看这个，连洋菊草和洋菊花都分不清楚，一个是清心润肺的药物，一个却是剧毒之物。若是让这样的人通过了考核，以后炼制丹药的时候出错，该追究谁的责任呢？
再看这个，余罪果的提炼要用到6种手法，他却只写下5个，偏偏漏到了最重要的一个，药效都提炼不出来，怎么炼丹呢？这个70分，貌似成绩不错嘛。基础题居然全对了。这是一个狂妄的小子写的，连炼药学徒都不是，居然也想考1品炼药师。若不是丹阁有规定，早将他赶出去了。不过是靠死记硬背答对了一些基础题，后边的题写的狗屁不通。哦，那我倒要看看。这个是妙啊！居然想到了用3叶紫阳草来抵御幻罗兽的攻击，成功采摘到了龙涎香，既脱离了危险，又取得了龙涎香，一举两得，实在是妙啊！这，可3叶紫阳草不是只能解除轻微幻觉吗？你懂什么？3叶紫阳草的功效确实是破除轻微的幻觉，功效不及破幻丹的1/5，但它若和破幻丹结合到一起，能让破幻丹的功效提高1倍以上，完全可以抵御幻罗兽的攻击呀！哎，莫非他这道题是答对了？何止是对呀，而是比我给出的答案更胜一筹。再看下一个。妙啊！用蛛网草和白刃毒株的血液混合，或者是用叶树的嫩叶取替，涂抹在伤口，再去击杀白刃毒株。他是怎么想出来的呀？哎呀，你看这，刘大师，他这道题也答对了，简直是完美呀！这，白刃毒株的血液同样含有剧毒，但蛛网草和白刃毒株的血液中的毒素可以产生反应，涂抹在伤口之上，能暂时的免疫数个时辰白刃毒株毒素，恢复行动能力。除此之外，叶树的树叶同样具有相同的功效，只是时间略短而已呀。可即便如此，体内的毒素还是没有解除啊！而且吞服毒株的妖核，这不是找死吗？你懂个屁呀你！白刃毒株最强的便是它的剧毒，只要短时间内对它的毒素产生免疫，哪怕是人级的武者都能将其击杀。同时，蛛网草和毒株的妖核同服，能彻底消除残留在体内的毒素。如此一来，非但毒素全清，亦能击杀毒株，得到它身上的材料，比我给出的答案好了10倍不止啊！哎呀，这。你们居然给得了0分，猪脑子吗？妙啊！遇到火焰雄狮，居然还有这样的方法脱困。这个方法我在设计题目的时候都没有想到啊！哎呀，还有这个，用灰烬草去分解银环蝎的毒素，这他是怎么想到的呀？哎呀，我在设计每一道题目的时候，心中便有了固定的答案，但是此人却能以更完美的方法解决了我所设计的每一个难题。醍醐灌顶啊，血海无涯，永无止境。古人诚不欺我，天才！让我看看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秦晨，这名字怎么有些耳熟啊？他人呢？马上把他叫进来，让他参加第2轮的考核。我倒要看看他的实际操作方面到底如何。不好，在您来之前，我们已经派人去通知结果了，恐怕那个秦晨现在已经离开了呀。你说什么？马上随我出去看看人到底走没走。若是人不在，
有你们俩好看的！哼！经过欧阳导师和陈木大师的批改，成绩已出，现行公布。魏震，啊，是我，大哥，我就说我在炼药一途上很有天赋的嘛。安静。魏震，多谢。赵灵山，李清风，王启明，王安。老天开眼，让老朽通过了笔试啊！哎，这个王安30多岁才成为炼药学徒，这30年来，每年都要参加数次炼药师考核，总计不下上百次了吧？可始终没有成为一名炼药师。你们几个通过考核的，收拾收拾，跟我进来吧。且慢，为何我不在名单之中？没你名字，便是没有通过考核。我不可能没通过笔试。不可能，秦晨，你以为你谁呀？哼！好了，没你名字便是没有通过考核。你若再阻碍考核，别怪我不客气。秦晨，你以为炼药师的考核是那么容易的吗？可笑！哼！那我们先进去了。三位大师，谁是秦晨？我便是。你是秦晨？流光大师，是陈木药师给他报的名，没有惹怒到您吧？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呐！好，很好。看来我大玄国丹阁未来有望了。好，你们7人随我一同进去，参加第2轮考核。各位请。陈少，你藏得好深啊！这，哎，秦晨，不，他都能考上，是啊，我怎么又没通过啊？第2轮考核是随机考核炼药10项操作中的1项，此次第2轮考核将考核诸位的控火能力。控火能力怎么办？怎么考？以前考核不就是变药什么的吗？10项操作中，也轮不到控火呀。炼药的10项操作分为变药、分药、热鼎、控药、控火、明丹等。这其中变药是最为大众所熟悉的，也是作为一名炼药师所具备的最基本的技能。以往的考核也都是考这一项。啊，大哥，想不到流光大师会考控火。众所周知，控火能力的大小是一名炼药师能否炼制出精良丹药的前提。若是连控火这一细节都做不好，谈何成为一名真正的炼药师？第一个，魏震，展示你的控火能力吧。丹火分为很多种类，包括震火、真火、妖火、地火、天火等。其中，震火、妖火是后天所得，为外火；而
炼药师自身真气所形成的火焰为真火，属于内火。炼药学徒没有专门修炼过火系功法，无法形成真火。掌握真火是炼药师最基础的。这就是你所展示的控火能力吗？将你面前的火焰分为3朵，呈品字形展示一下。连最基本的控火能力都做不到，也来考炼药师？下一个。众所周知，控火表面上考验的是炼药师控制火焰的能力，实则上却是考验炼药师精神力的强弱以及细致能力。这可是一项十分复杂和繁琐的过程，对灵力的要求极高。就凭你们几个，哼！所以还是让我来给你们展示一下吧。怎么回事？燃起来吧！不是，考核失败。下一个，王启明。你也退下去吧。看来还是练刀更适合。这流光大师的要求也太难了点吧？这样下去，有谁能够通过呀？下一个，赵灵山。不错，好，终于完成了一个。不错，你通过了。谢3位大师。下一个，李清风。分焰是控火能力最基础的技能，一名炼药师必备的能力。
其实流光大师出的题目很简单，只要明白了火焰的属性，明白了聚火阵的运转，再加上一点点精神力的掌控，便很容易完成考核。3朵火焰是火焰结构里最基础的结构，一名真正的炼药师，在1阶精神力下，若是想要完成5朵，也并非难事。5朵，简直是天才啊！焰分5朵，并且操控得如此自如，能力非凡呐！啊，还算不错，你通过了。多谢流光大师。此人能够做到这一点，并非灵力有多过人，他觉醒的应该是一种火系血脉，天生对火焰敏感，修炼的也是火系功法，体内真气自带火焰属性，因此在控火上比其他炼药师轻松数倍，自然容易。下一个，王安。竟然通过了3个。本以为第2轮考核会难到极致，谁想到6个人当中竟通过了3个，这也是超出预期了。下一个，秦晨。秦晨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能耐。怎么只激活了一半的阵法？连聚火阵都激活不了，也想通过控火考核？秦晨，你不是炼药学徒，能激活一半的聚火阵，已是不错了。到时候回家烧饭应该用得上。现在应该知道谁才是这里真正的天才了吧？秦晨，你下去吧。激活了一半的聚火阵，根本无法做到焰分3朵，所以不好意思，陈木大师，你方才说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一半的聚火阵，阵火十分微弱，即便做到焰分3朵，也无法做到叠加成型。我没听清，大师，你方才说什么？这小子是故意玩我的吧？这不可能，只激活了一半的聚火阵，火焰十分虚弱，根本无法成型，更别说分焰和叠加了。你在作弊！谁说只激活一半阵纹就无法分焰叠加了？这还用别人说吗？这是每一位炼药师都具备的常识。你那算什么常识啊，柳清风？那我问你，你知道这面前的聚火阵一共有多少道阵纹？我又不是阵法师，我怎么会知道？我这次不收你学费，破例告诉你，
你面前的聚火阵属于1阶聚火阵，一共由108道阵纹构成。一般炼药师只需要激活36道主阵纹，便能形成稳定的火焰。通过控制副阵纹的数量，便能对火焰的温度、形态进行控制。此法可以大大解放炼药师的灵力。此次考核我一共激活了36道主阵纹，18道副阵纹。因为在这种情况下，炼制出的火焰十分稳定，而且也十分适宜分焰。这就是我为何只激活了1半阵纹的原因所在。这才是常识。简直胡说八道！我练控火这么久，从没听说过你们这些理论。3位大师，他这么说，只不过是想掩盖他作弊的手段罢了。说实话，我也没有听说过秦晨所说的理论。通过激活阵纹的多少来控制火焰的温度和形态，这的确是个新鲜的概念。抚育丹塔中3岁小孩都知道的东西，丹阁的3位正式炼药师居然都不知道。这大玄国的确偏僻落后。如果诸位大师不信的话，就亲自试试喽。居然真的激活了！这团火焰颜色较暗，温度也较低，但是结构的确十分稳定，即便不用精神力的控制，也没有一点溃散的表现。这等理论，我们之前居然都不知道啊！其实，只激活18道副阵纹，可以解放炼药师80%的灵力。别说验分3道了，5道、9道，不可能，9道都轻而易举。这怎么可能？这难道便是？这难道便是传说中的9焰宝塔法？流光大师，流光大师，请问我的第2轮考核过了吗？通过，谁敢说不通过？这赵灵山、王安、李清风、秦晨参加第3轮的考核。多谢大师。第3轮的考核是1品真元丹的炼制，每人仅有1次炼制机会。现在开始吧。太好了，1品真元丹的炼制并不难。这次考核我定要成功。上一次年末大比大意输给了你，这一次我一定要赢。这就开始炼制了。炼药过程复杂千变，前期的准备工作一定要细致到不能再细致才能开炼。
一品真元丹虽说是常见的一品丹药，但炼制过程一点都不简单了。这秦晨不会是连过2轮的考核，自大了吧？莽撞，太莽撞了。反正时间还长，有他在前面打头阵，正好观望观望。什么？这秦晨以为炼丹药是炒菜了，随便将食材和佐料全部丢进去，煮熟了就行。即便是炒菜，食材和佐料的加入也得有一定的顺序吧？这哪里是在炼制啊，简直是在胡搞！这么多药材一同放进去，也不怕炸炉？本以为这个秦晨是麒麟之子，没想到在炼丹方面却一无所知。这么下去，极为容易炸炉。大家小心啊！哪里的药响啊？莫非？3位大师，我的已经炼制好了。这就炼制成功了？我来看看。丹药饱满滚圆，通体纯白，如艺术品般完美无瑕。十分光滑，而且手指上没有沾染任何的药粉。只是这颜色为何是纯白？正常的真元丹不都略带青色吗？莫非是上等真元丹？即便是你我，也不可能一炉炼制出12枚上品真元丹吧？这不是上等真元丹啊！我就知道，这怎么可能是上等真元丹？肯定是胡乱炼制出来的废药。这是特等真元丹啊！顶级的特等真元丹！什么？顶级特等真元丹没错。老夫是2品炼药师，炼制过的1品丹药不下100炉，但是也仅成功过1次。距离考核结束还有半个时辰，诸位还是抓紧时间吧。够了！若不是秦晨，我怎么可能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？我成功了，恭喜你啊！谢谢。
这群臣连炼药学徒都不是，第一次参加考核就成功通过了，灵山郡主也一次通过了。看看我自己，哎，数十年苦练，若这次考核再次失败的话，便到此为止吧。可能我真的不适合做一名炼药师。6粒下等一品真元丹，2粒废丹，王安第3轮考核通过。我成功了！哈哈哈哈！我终于成功了！我是炼药师了！谢谢3位大师，多谢3位大师！好了，今天通过考核的，可以凭借考核通过凭证，去兑换1枚1品炼药师徽章，并在丹阁注册在案。今天的考核就到这里。多谢流光大师。清晨，你且留下。清晨，你天赋卓绝，今后的前途无量啊！流光大师，既然我已经通过了炼药师考核，不知道有没有资格见一下你们阁主啊？你要见阁主？哎呀，阁主大人日理万机，就算是阁内的炼药师想见他一面，那都是极难的事啊。就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吗？因为我找你们阁主有要事相商，想跟你们丹阁做一笔生意。我是丹阁的2品炼药师，这点做主的权利，老夫还是有的嘛。可是此笔交易十分重要，可能还是要请你们阁主亲自出面。你没见过阁主大人，不知道阁主的脾气。若无大事，不要说你一个新进的炼药师，就算是老夫，恐怕不免要受到责罚的。你若执意要见，老夫也可以代为通报。好，那就有劳流光大师代为通报一下。既然如此，你便随我们一起回丹阁吧。请。阁主大人，属下流光。今日考核一名新进的炼药师，他说想要见您一面，跟丹阁谈一桩生意，必须要阁主亲自定夺。阁主大人，一个新进的炼药师能有什么生意和我谈？流光，你也是阁里的老人了，怎么连这点小事也要来打扰我？此人非同一般，属下思量再三，阁主还是见一下的好。哦。那你倒是说说，此人怎么个不一般？新晋炼药师是一名18、19岁的少年。18、19岁的少年，这倒是挺稀奇的。此人在第1轮笔试考核中得了满分，第2轮的控火考核施展出了9焰宝塔法，
第3轮炼制考核更是直接炼制出了12枚特等1品真元丹。有意思，我突然又不忙了。既然他想找我谈笔生意，那就走吧。我倒想看看，这样的天才究竟长什么样。是个女人。拜见阁主。你就是那个非要见我的新晋炼药师？秦晨，这便是我们丹阁的阁主萧雅，还不快快行礼？那秦晨拜见萧雅阁主。自古英雄出少年，想不到阁下小小年纪，便已是1品炼药师。听说你要和我丹阁做笔生意，不知什么样的生意，非要本阁主亲自出马？阁主大人莫急啊，不如让流光大师将我方才炼制的1品真元丹拿来，让阁主品鉴一下。那好，我就看看公子炼制的丹药，是否真如流光所言那般厉害。特等丹药，大道自然，到手无缺。阁主大人不妨品鉴一下此药的功效。真元丹而已，有什么不同吗？阁主，您怎么了？不会是这丹药有什么问题吧？秦晨，你到底对阁主做了什么？我没事。阁主应该感觉到了吧？你是如何做到的？我只是将炼制的手法进行了一番改良，药材的配比也进行了一番优化。改变炼制手法，就能将这药力提升1倍？什么？这同样的材料，药力却提升了1倍，这怎么可能？你们也品尝一下。是。怎么会有药力如此浓郁的真元丹？1枚的功效抵得上普通的2枚不止，吸收的速度远超普通真元丹。这种丹药若能在市面上流通，足以颠覆整个大玄国的丹药市场了。秦晨，你难道真的打算将这种丹药交给我们丹阁运营？啊？说说你的想法吧。所有的药材和炼制成本全由丹阁负责，我要利润的50%。不提供药材，不参与炼制，还要分50%利润，你这哪里是合作嘛？分明是抢劫呀！真元丹本身就是薄利，
我丹阁既出材料又出人力，还要分你50%的利润，着实是有些过了。你这丹药虽好，可我丹阁却未必有多少利润。谁说我要交易的只是这1品真元丹了？你什么意思？我这儿有一张2品真元丹的上古丹方，不知道阁主有没有兴趣？你说什么？这是丹方，阁主可以看一下。阁主，这丹方是真的吗？如果这个丹方是真的，那咱们丹阁可就发达了。十有90是真的，这丹药真有他所说的那般功效。一旦投入生产，不但我们大玄国，甚至整个西北5国的真元丹市场都会被冲击得七零八落。什么？不知萧雅阁主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如果实在是不满意的话，就不浪费彼此时间了。且慢，若你手上的丹方真如你说的那么厉害，我可以做出。只不过，这分成比例……据我所知，大玄国的所有丹药市场，目前都掌握在丹阁手中了。我觉得，聚宝楼应该非常想掺和进来分一杯羹。阁主应该非常清楚这个情况吧？55分成对丹阁来说，利润也十分可观。想不到阁下小小年纪，竟对这丹药市场如此了解。好，我答应了。阁主果然是明白人。阁下就不怕我丹阁拿了这丹方反悔？区区2品丹药而已，又不是什么宝贝。想必阁主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吧？这可是能够颠覆西北5国真元丹市场的丹方，还不算宝贝啊！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。我丹阁做事，向来说1是1，说2是2。祝我们合作愉快。此次合作除了这枚丹方以外，还希望阁主能帮我炼制几枚丹药。这是所需的药材。这单子上都是一些市场上较为稀少的药材，且数量不在少数，很难找到。你什么时候要？10天左右吧。等药材集齐了，派人通知我便可。陈木在，欧阳成在，马上将这丹方上的药材准备齐全，送到我的炼制室。是。流光，你去查一下这秦尘的来历。是。阁主大人现在应该已经开始炼制了吧？你说这丹方到底是真是假？先等等，一炉2品真元丹，有半个时辰就会有结果了。萧雅阁主这么快就出来了？莫非这丹方是假的了？谁说丹方是假的了？啊？可这才一盏茶的功夫，怎么阁主就炼制成功了？自己看吧。
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真元丹？阁主大人，属下已经查得秦晨的来历，此人是定武王的外孙，之前一直未曾觉醒血脉，前不久一举觉醒，竟然获得天星学院年末大考冠军，如今是王都的传奇人物。哼，看来此人背后之人非同一般啊。大人的意思是？你们不会以为他一个少年会凭空拥有如此珍惜的上古丹方吧？在他背后，定然另有他人。您是说定武王？定武王虽强，也只不过是在大玄国罢了。此人背后之人，绝对超过了5国层次。传闻定武王的女儿秦月池当年拒绝陛下诏令，离家出走，后来未婚先孕，能让这等女子折服的男人，岂会简单？现在看来，果然非凡。来，搬到那儿。晨儿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你要是再不回来，娘就要请左统领去找你了。娘，这里毕竟是王都，孩儿能有什么事啊？昨天刚遭遇刺杀，你今天就失踪了一整天，你二娘怎么能不担心你啊？他们竟然派人对我们母子下毒手，娘已经写信给你外公，这件事情，娘不会善罢甘休的，娘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这也差不多了。啊，秦小姐，陈少爷，还差一点儿，这修缮府邸的扫尾工作就完成了。多谢左统领。哎，这都是属下分内之事。不过康王爷让属下转告二位，最好是搬到东城王府附近去，那里会更安全一些。啊，多谢康王爷好意。我会照顾好我娘的，替我谢过康王爷吧。哎，左统领，啊，忙完之后过来找我一下。啊，是。陈少，进来吧。哎，陈少，找我有事啊？还记得我昨天晚上跟你说过的话吗？陈少是说我经脉的事儿。坐下就行，待我给你诊治一下经脉之后，再看如何治疗。哎，啊。没事了，你的经脉虽然麻烦了些，但并无大碍，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治疗。陈少，我前2天刚受过伤，要不要等我伤势痊愈之后咱们再？无碍，只是小伤而已，耽误不了你多久，别紧张。哎。你这是干什么？脱衣服？不脱衣服怎么治疗啊？我施展的是飞针刺血，不用脱衣服。啊。好了。这就完事儿了。这，
我突破天级了！我左力终于突破天级了！从今往后，不管陈少有任何吩咐，刀山火海，我左力在所不辞。左统领，起来吧。啊，不，陈少，你不明白。曾经，我是城卫军中最杰出的人才，风光一时。后来冲击天级失败，跌落谷底。5年来，我遭受了太多的白眼。世态炎凉，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，可没想到我还有今天。有生之年，我还能突破天级。我突破天级了。起来吧，左力统领。谢谢陈少。左力统领，这个天色呢也不早了，要不你就先回去吧。属下告辞，属下告辞。多谢陈少，多谢陈少。用天机聚灵大阵来种植这些普通灵药，着实有些浪费。不过这个效果倒是蛮好的。阁主大人真是有心呐，不惜从幽国快马加鞭，将这枚碧幽果送了过来，还亲自送到了陈少的府上。这碧幽果结的果实如此之大，乃是稀世珍品，想必陈少应该会喜欢。肯定会喜欢，肯定会喜欢的。阁主，你有没有感觉到什么呀？为何陈少的府上竟有如此浓郁的灵气？陈儿，有客人来了。来了。萧雅阁主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怎么，陈少和我几日未见，竟如此生疏，还不请本阁主进去坐坐？陈儿，萧雅阁主有话直说吧。我这次来是给陈少送一份厚礼。厚礼？听闻陈少急需药材，我便略施手段，让丹阁为阁下寻来了这枚碧幽果。怎么样，陈少可曾满意？多谢阁主美意，
陈少有所不知，这枚碧幽果是大玄国珍稀难觅的仙草啊！一般的碧幽果只能长到米粒大小，经过数十年之后，才能长到珍珠大小，不少人一掷千金都难以购得的。哎，陈少，您这反应是？流光，把这枚碧幽果送进去吧。是。流光，你做事为何这么不小心？阁主，不是，你瞧瞧，这碧幽果怎么长得这么大呀？你看，还是这些灵药摆放的方式，好像是一个聚灵法阵，可我从未见过如此复杂的聚灵法阵，难怪此处的灵气会如此浓郁。正想跟阁主介绍呢，这是我前几日突发奇想栽种的灵药，不知二位觉得如何？才几天时间，就长成了这样。碧幽果喜阳，故平常生长在极阳之地，靠吸收阳气为生。我设置的天机聚灵大阵正是极阳的地方，辅以我特制的炎性药水，可以使碧幽果生长得极快，而且药性也极纯。诸位觉得怎么样？不如拿回去尝尝。难怪你瞧不上我送的碧幽果，和你的相比，我送的这些简直就是石头枯木，根本不值一提。萧阁主二人还有事吗？没有。陈少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今天来此实在是大开眼界啊！陈少还真是见识广博，让我有些看不透了呢。萧雅阁主，芬儿，你的伤总算是痊愈了。慢点儿。芬儿，小心！娘，我的修为。没事啊，芬儿。虽然你的修为受损，但是有娘在，娘可保你一世富贵。娘，我们真的拿那秦晨没办法了吗？还有秦勇的事情，就这么算了？就这么放过那个小畜生，娘也不甘心。可是又能怎么办呢？你爹因为这件事已经受到了陛下的责罚，回来之后就勒令我不许再找秦晨的麻烦。哎，娘，父亲说不能对秦晨动手，可没说不能对秦晨身边的人动手啊。今天的方式怎么这么热闹？陈少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最近丹阁新出了一种2品真元丹，价格不变，功效却翻了1倍。啊？就这丹药，现在整个王都都供不应求。因为我林家做药材生意，跟丹阁又有合作，所以才能拿到一些。这瓶可是我从我爹那里好不容易才得到的。知道陈少你要回来，特地送给陈少你的。要不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这可是丹阁的2品真元丹，你确定不要？这个丹方是我给丹阁的。
我想要的话多的是。不是，这丹方是你给丹阁的？家主，我们和丹阁的合作一向十分愉快，可今天一早，那丹阁突然撕毁了刚签订的合作协议，这也太过分了。这下我林家没了丹药来源，每天入不敷出，这根本撑不下去呀！我再想想办法吧。家主不好了！这不是你什么事儿啊？慌慌张张的。哎呀，齐王爷带着丹阁的人来店铺了，说我们林家出售的丹药都是次品，还要砸了我们林家的店铺。护卫队的人已经到了。什么？这你没有看错，丹阁的人也来了。哎呀，不会看错的，来的就是那个丹阁外务堂的木勋管事。这丹阁是要赶尽杀绝呀！家主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？该怎么办呀？等你先下去看看再说吧。好。走。让开！住手！林家主，护卫队接到举报，你林家店铺售卖次品丹药，现在要将你林家店铺拆除，你速速让开。各位，我林家一向奉公守法，怎么可能出售次品的丹药呢？这是不是次品，本王说了不算，而是丹阁亲自鉴定。我乃丹阁管事木勋，经我们丹阁鉴定，林家所售卖的丹药的确是次品。齐王爷，和他们废话什么呀？直接砸了便是。哎，那本王做事一向公正。不过，秦奋公子你放心，林家的人要是不配合，我连人带店一起砸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家主，齐王爷不愧是皇族贵勋，匡扶正义，实乃我界之楷模呀！我身为大玄王爷，自然是要为大玄国民主持公道嘛。林夕，我给你1炷香的时间，迅速把店里的东西搬走，不然一个不留。你，这，木勋管事，你我两家合作已经不是1年2年，何必要赶尽杀绝呢？我林家出售的丹药，都是从丹阁外务堂来的，怎么可能不合格？哼，那是以前，我们外务堂早就停止了和林家的合作。你们的丹药来路不明，十分可疑。木勋管事，我林家的丹药，明明都是丹阁出产的，你，林家主，我丹阁从来没有和林家做过生意，你信不信？因为你这句话，我木须能告你诽谤。给我砸！是。不能砸！不能砸！不能砸呀！不能砸！不能砸！不能砸！好话可说在前头。不能砸！今天谁敢阻拦护卫队，直接押入大牢，严惩不贷。给我砸！不能砸呀！不能砸！不能砸呀！齐王爷好大的官威啊！秦晨，知道的人
知道你是大玄国的王爷，不知道，还以为是哪来的强盗土匪进城了呢。秦晨，没想到你也在这里。怎么？今日齐王爷在这儿执行公务，你也想阻拦？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啊！啊，今日竟在这儿见到你小子，拿下！你敢动手？秦奋，你的伤这就好了，这就可以活蹦乱跳了。秦晨，你殴打护卫队，已经严重违反了大玄国的律法。我劝你束手就擒，否则罪加一等。违反大玄国的律法？我看是你齐王爷和秦奋沆瀣一气，想要陷害林家吧？我血口喷人！今日护卫队接到举报，且有木勋大师为我们指证，今日所谓合法合规。什么叫诬陷林家？今日我倒要定你一个诬告本王的罪名。没错，经过我们丹阁集合，林家所售丹药以次充好，我丹阁必将永久封禁林家在大玄的所有生意往来。不是，这怎么行啊？这……木须，你这个混账东西！谁给你的权利代表丹阁？流光大师，流光大师，你怎么来了？父亲，不好好当你的管事，却去给赵家和秦家当一条狗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再是我丹阁的人，滚！大师，你听我解释，是你还不给我把这个废物带下去！大师，我是被冤枉的呀！大师，你再给我次机会！大师！大师，不知木管事所做何错之事，让流光大师如此大动肝火？你是什么东西？本执事处理丹阁内务，哪轮得到你插话？我乃安平侯次子秦奋，不知流光大师能否给在下一个面子？你杀我！就算是安平侯来了，也得好声好气的伺候着。你算什么东西？王爷，王爷，你又是谁？我乃齐王，当今圣上的弟弟。今天这件事呢，可能有些误会，不如给我个面子。哼，齐王就是那个好吃懒做、不务正业的风流王爷。我呸！你这是一个闲散王爷，也敢在我面前逞能？你，就算是在陛下面前，我也敢打你。
当年父皇都没这么打过我。萧王爷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咱们先撤吧。我走。你给我等着！你给我等着！给我等着！哼！陈少，都怪我没管理好丹阁，让陈少受气了。哎呀，若不是陈少的朋友林少爷去丹阁找我，我还不知道这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。哎呀，实在是抱歉呐，实在是抱歉呐。流光大师客气了，这次还要多谢流光大师出手相助。哎呦，哪里！哎呀，父亲，来，这位就是丹阁的流光大师，也是陈少的好朋友。陈少的朋友，哎呦，哎呀，这位肯定就是林家主了，是吧？久仰大名，久仰大名。陈少，林家主，来的路上，林少爷已经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我说清楚了。从今往后，只要是林家的药材，我们丹阁全收了，并且啊，收购价比市价提高2成。流光大师啊，太感谢了！哎，除了跟林家的药材合作之外，以后林家可以从我们丹阁直接拿到各类丹药进行售卖，啊，特别是2品真元丹。真的假的？我这不是在做梦吧？哎呀，不是。陈少，这样的结果可还满意？可以。陈少还有事儿吗？啊，阁主大人还想跟陈少交流交流。正好我有事要去丹阁一趟，走吧。父亲，孩儿先告退。疼死本王了！你一个丹阁的执事，竟敢对本王动手，这事儿我跟他没完！这简直着实可恶。不过，这丹阁的人怎么会替他出头啊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大爷，大爷，给口饭吃吧。我给你！我的碗，我的碗，我的碗！你们几个干什么？啊！我乃安平侯次子嫌犯，你们要做什么？住手！我乃齐王赵其瑞，你们几个，我呸！就这狼狈模样，比乞丐还不如！竟然敢说自己是秦家少爷和王爷！哼哼，我们走。敢招惹我们丹阁，当我们吃素的，我这几棍子管教那小子10天半个月下不来床。嘿。陈少走了。回阁主，陈少走了，是属下亲自送他离开的。听闻今天方氏闹出了一些事情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哦，是这样的。流光，这次你做得很好。那齐王赵启瑞竟然敢调戏本阁主，你马上去暂停和皇室的合作，让他们给我丹阁一个说法。调戏阁主？这……本阁主说调戏就是调戏了。怎么，
难道本阁主的美貌不值得被调戏不成？不，阁主大人，我绝对不是那个意思。难道咱们真的要暂停和皇室的合作？怎么，有问题？没。未来我丹阁生意遍布整个武国，就连大玄皇室，到时候也得求着我们。你一定要替我报仇啊！你才刚好又被打成这样，我可怜的愤儿。都是那该死的小畜生！愤儿，你确定打你的人就是丹阁的执事？那老头的确就是丹阁执事，孩儿不会认错的。可恶，那小畜生怎会和丹阁的执事扯上关系？丹阁执事身份高贵，想要对付那老头，怕是不容易呀。夫人，您让奴婢去丹阁打探消息，奴婢打探到一个惊人的消息。快说！丹阁发出通告，说齐王爷调戏萧雅阁主，现在丹阁要停止与大玄皇室的合作。什么？齐王爷调戏萧雅阁主？愤儿，你快躺好吧。娘，齐王爷他是被冤枉的，他一直跟孩儿在一起啊。愤儿，你怎么能和赵启瑞那种不争气的东西混一起呢？娘，你不也是吗？我那是迫不得已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丹阁还真是胆大包天呢，居然敢挑战皇室。好，太好了，我不是正愁没机会下手吗？哼，没想到这小畜生自己惹出这么大的祸事。胭脂，夫人，将此事通知侯爷，还有传消息给我哥，让他安排那几位贵人在陛下面前吹吹风。这次我要让秦晨永不翻身。是。陛下要保重龙体啊！为了这点小事生气，就太不值了。没想到那丹阁如此张狂，听说那萧雅不过30而已，就成了我大玄丹阁阁主，年轻气盛，陛下何必和他一般见识呢？我的一妃呀，你真的以为朕在生那丹阁的气呀？难道不是？当然不是啦，朕气的是那个赵启瑞呀。他赵启瑞什么德行，朕岂会不知？前不久他勾结赵凤，要对秦月池下手，如今想去调戏萧雅。哎呦，这萧雅是什么人？也是他能招惹的。这个赵启瑞，他早晚把咱们皇室的颜面全给丢尽了。莫不是陛下还对那秦月池念念不忘？哎呦呦呦！一妃啊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朕刚才说的是萧雅。莫非陛下对萧雅也动心思啊？这是说的那个赵启瑞那个混账。这义父，你怎么总是说这些有的没的呢？若是陛下心中不快，把那赵启瑞叫过来训斥一顿，不就完了？陛下，康王爷领南王，秦侯爷领武王，齐王爷求见。这还没上朝呢，这帮家伙这么早来干什么？哎呀！看来又有人想兴风作浪了，朕倒要看看他们能翻出什么水花来。
让他们进来吧。皇兄啊，皇兄啊，你可要替我做主啊！齐王爷，你的脸是怎么啦？皇兄，你看这大哥简直欺人太甚！陛下，这丹阁今日的确太过分了，区区一个执事，竟敢对齐王爷和安平侯世子动手，还敢放言不再给皇室提供丹药，这简直没有把我们皇室放在眼里啊！陛下，陛下，这丹阁是想造反吗？秦远侯，你还好意思说丹阁？你屡次三番纵容秦府下人闹事，还有没有把我大玄的律法放在眼里？康王爷，你这话说的太冤枉我了。我家凤儿也是受人蛊惑，才鲁莽行事啊！你怎么能质疑我对陛下、对大玄的忠心呢？你说秦奋是受人蛊惑，那我问你，他受了何人的蛊惑？秦奋在外，可是打着岭南王府的旗号行事，你莫不是暗指岭南王爷与此事有关？康王爷，还请慎言。凤儿她虽然是我外甥，但生养毕竟都在秦家，平时我们往来也不算密切。这次的事，我更是一无所知。康王爷，你这要陷我于不义吗？我们现在在讨论如何处置丹阁，你是想扯开话题吗？秦远侯，怎么了？你还不服气是吧？哎，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，我跟你说。哎，你松开手！你松开手！嘿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这个奸臣！我就你我！行了行了，我你。大殿之上，成何体统？都住手吧！你先松手！松手！陛下，让康王爷先撒手。你，康王，你先松手。算了，就这么问吧。秦远红，朕来问你，按照你的意思，这事该怎么办？陛下，陛下，依臣看，必须找丹阁要个说法，给皇室一个交代，要让丹阁的人知道我大玄国威不容侵犯。对。灵武王，你的看法呢？陛下，臣认为秦侯爷所言有理。这秦臣虽得了年末大考第一，但行事骄纵，尚需要好好敲打一番才行。哎呀，都闹够了吧？可以说正事了吧？可朕却听说，是齐王调戏丹阁阁主萧雅，才被萧雅怒而反击，可有此事啊？皇兄，冤枉啊！这萧雅阁主虽然长得有几分姿色，但也臣弟也不至于色急到如此程度啊！齐王爷是否调戏萧雅阁主，还有待查明，不能仅听萧雅阁主一面之词啊！亦妃，你觉得如何？齐王爷啊，你觉得是亦妃更美，还是萧雅阁主更美呢？亦妃娘娘和萧雅阁主各有千秋。不，自然是亦妃娘娘更美一些。不，皇兄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那我，
哎呀，陛下，臣的意思是，这秦臣挑衅的不仅是齐王爷，更是我大玄皇位，再不管教，更加无法无天了呀！笑话！此事本就是齐王在丹阁胡作非为所致，你，还请陛下明察。你这是污蔑，我是被冤枉的。是不是被冤枉的？齐王自己心里清楚啊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再吵了。皇兄啊，我真是被冤枉的。你说我造的是什么孽呀？皇兄，你是知道的，我从小就喜欢月池妹妹。16岁那年，我爬墙头就是想偷偷的看一下月池妹妹，谁知道恰巧就碰到秦府的丫鬟在洗澡。秦老爷子秦霸天扒光我的衣服，把我打出了秦府，从此我便在王都落了一个淫贼之名。18岁那年，我准备让父皇帮我去求亲。皇兄，你说你也喜欢月池妹妹，还打了我一顿。月池妹妹更是不知所措。28岁那一年，月池妹妹终于回来了，未婚生子，还带了个儿子回来。但是，我不介意呀，我就想和月池妹妹在一起。结果几次三番，我想去见月池妹妹，都被拒之门外，还落了一个好色王爷之名。好不容易见到月池妹妹吧，还被他儿子给打了出来。后来先是被梁玉给打了，现在又被他刘光给打了。我最冤枉的就是我连那小雅的面儿我都没见过，我怎么就调戏她了？皇兄啊，我冤枉啊！你替我做主啊！我今年都46了，至今还是个童子之身。你说，你们说说，你说这满朝文武哪有一个比我更钟情的？我怎么就落了一个淫贼之名啊？行了行了，别再说了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大殿，哭哭啼啼的成何体统？到一边去！行了行了，诸位，我们来讨论一下如何处置丹阁一事吧。刚才诸位的提议也都颇有道理。一妃，你觉得该怎么办？丹阁地位超然，与各国都有利益关系。既然陛下想要处罚他们，不妨让齐王爷和秦侯爷都为陛下出个法子，陛下听完再做决断，如何？秦远红，你来先说说吧。陛下，微臣以为，虽然丹阁地位超然，但也不能罔顾亡国律法。
陛下当严厉斥责耽搁。齐王，你来说说。啊，这秦侯爷说的没错，他们竟敢藐视皇室威严，一定要严加惩治。只需陵南王封杀耽搁的药材供应，他们定不敢造次。一针见看不是？这么说来，诸位所说的都有道理。这样吧，朕就派你们前往耽搁，刚才谁出的主意，谁就执行。这件事情办好了，朕重重有赏。这微臣只是提议，具体执行还是由陛下定夺呀。这宣旨一事一直都是由司部进行，还是让司部到耽搁宣旨比较好。哎呀，齐王，刚才你说的断绝了耽搁的药材供应，朕觉得这个主意就很不错嘛，啊，所以呢，就由你来出头，前去耽搁宣布。啊？皇兄，臣弟仔细想了想，这些年耽搁对我大选国力提升颇有帮助，臣弟觉得还是口头警告一次比较妥帖啊。哦，那也行，这样，劳烦皇帝前去耽搁警告警告他们。啊！哎呀，皇兄，臣弟又仔细想了想，觉得耽搁和皇室合作密切，如果因为这等小事伤了和气，大为不妥。臣弟以为此事还是就此结过算了。啊！钱运红，你说呢？陛下，齐王和秦奋二人行为不端，应加以严惩。康王，臣弟在。奉朕的旨意前去耽搁，告诉耽搁，齐王行为不检，坏了皇室的威严，朕定会严加看管，严惩不贷。还有，安平侯之子秦奋肆意闹事，扰乱皇城秩序，重则20大板，以示惩戒。是。陛下圣明。微臣遵旨。遵旨。退下吧。是。谢皇兄。娘，难道陛下就不准备处置秦晨和耽搁了吗？好了好了，凤儿，你就别乱动了。你放心，娘一定会帮你出这口气的。你大哥马上要回王都了，他只要看到你被那小畜生伤成这样，定会帮你出头的。真的吗？啊，太好了！大哥回来了，不会不管我的。以大哥的修为，秦晨那小子死定了。够了！你们两个还嫌我被陛下骂得不够惨吗？啊！再这样闹下去，整个秦府就葬送在你俩手里了。侯爷，凤儿都被害得这么惨了，你一点都不心疼吗？她不仅修为被废，现在连爵位都继承不了了。你让她下半辈子该如何是好？哎呀，好了，够了！凤儿这样，我能不心疼吗？但如今那秦晨正得圣宠，又有康王爷和耽搁护着他，就连你的舅舅也替他说话了。我警告你们俩，别再给我惹事了！再出什么乱子，我可保不住你们！
凤儿放心，娘不会不管你的，我绝不会让那小畜生好过。圣旨到，奉陛下旨意，安平侯之子秦奋恣意闹事，扰乱皇城秩序，当杖责20大板，以示惩戒，钦此。不行，侯爷，他受重伤的。娘，娘，救我！救我呀！娘，他受着重伤的，你们这不是要他的命吗？娘，救我！秦夫人，莫非你还想抗旨不成？老爷，哎呀，你们这群天杀的，我可怜的凤儿啊！秦晨，我听说最近秦风回来了，你可要小心点儿。你在担心我？我才没有，只是你这醒脉药液效果确实好，对我帮助很大。我不想看到你被教训得太惨而已。哼，是吗？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吗？有什么可担心的？我跟他无冤无仇的，难道他还真要杀我不成？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？他可是秦奋的哥哥。秦风此人行事蛮横，你要是遇到他，还是躲得远远的比较好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他想来的话，就让他来好了。参见陛下。哈哈，秦风，不错呀。这些年来在外为大玄国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前不久击败了昭国的上万铁骑，杀得昭兵士撤退了300余里，扬了我大玄的国威。哈哈哈哈，真的有功必赏，说吧。想要什么奖励？陛下，臣为大玄国抛头颅、洒热血，乃是一个臣子应做之事，何须奖励？好，好。不过话虽如此，你在边境立下了赫赫战功，他若朕不奖励你的话，则难以服众啊！啊！这些年，昭国虎视眈眈。频频向我玄国出兵，哼，狼子野心昭然若揭。朕听闻你在边境啊，苦学武艺，勇冠3军，所以才把你召回来，参加日后的血雾圣地洗礼。这5国大比，秦风可有信心？回陛下，臣有信心在5国大比之中。为大玄国夺得第一。好，哈哈哈哈！这样，如果你真的能得到第一的话，等你回来，朕就赐封你为冠军侯。孟大人，这冠军侯可是我朝青年将领中顶级的军功了，一旦获此殊荣，便可带刀入殿，那是莫大的荣耀啊，位高权重呢。这秦风刚20岁，一旦封侯，便是我大玄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侯，也是第1位20岁便封侯的大将军呢。多谢陛下，臣定当殚精竭虑，在5国大比之中夺得第一，为大玄国争光。好，朕就等候你的佳音。陛下，臣有一事请奏。有什么事
直说吧。臣听闻秦晨在天星学院大考中夺得第一，获得进入血雾圣地的机会。臣以为此事不妥。秦晨为夺得第一，竟将我同族兄弟击伤，这等无情无义之辈，焉有资格进入血雾圣地？臣恳请陛下撤回秦晨的名额。秦风啊，这是朕亲口许诺的，啊，所谓金口玉言，既然朕已经说出去的话，怎么能收回来呢？就如同朕刚才说赐封你为冠军侯一般，这件事情以后就不要再提了。好，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王兄啊，你说你这又是何必呢？爹，哎，珊儿啊，你怎么了？今日朝堂之事，你可有耳闻呐？我都听说了。这秦风简直太可恶了，竟然恳求陛下剥夺秦晨血雾圣地洗礼的机会。这等小人行径简直卑鄙。还好陛下圣明，驳斥了秦风的恳求。看来陛下应该也对秦风有所不满。有所不满？你觉得陛下真的这么想吗？爹的意思是？陛下先是允诺了秦风冠军侯一事，又否决了秦风处置秦晨之请，既未明令禁止，又未出言相辅，你可知是为何呀？女儿不知。正是要让秦风与秦晨二人互斗，借机削弱秦家实力，防止秦家一家独大。这……可如此一来，无论秦风与秦晨何人战败，对我大玄而言，都是巨大的损失啊！珊儿，你对秦晨这个人怎么看？下次比试，女儿一定不会输给他了。哎，爹爹说的不是这么个事儿。那爹说的是什么事啊？哎呀，一起。爹，女儿懂你的意思了。女儿这就去好好修炼。这修